阿牛的媳妇还没死，他那小姨子就先进门了。这话像一阵带着烂泥腥气的风，一夜之间就吹遍了整个清溪镇。清溪镇不大，东头放个屁，西头都能闻着味儿。阿牛家的这点事，更是成了镇上人茶余饭后的头等作料，比那酱油铺里新出的秋油还鲜。说起阿牛，镇上的人都得竖个大拇指。小伙子人老实，手艺好，一手木匠活做的是远近闻名。他打的桌椅柜子不仅结实耐用，上头的雕花都透着一股活气，仿佛随时能从木头里飞出来。靠着这手艺，阿牛年纪轻轻就盖了3间大瓦房，娶了镇上最俊的姑娘秀秀。夫妻俩的日子本来过得蜜里调油，可就在1年前，秀秀的身子骨不知怎么就垮了。起先只是头晕乏力，后来就发展到卧床不起，整个人瘦得像秋风里的叶子，一阵风就能吹跑。阿牛心疼媳妇，活计都撂下了大半，背着秀秀跑遍了方圆100里的名医，钱花得像流水，要喝的比饭还多。可秀秀的病就是不见好，人反而一天比一天虚弱。就在全家人愁云惨淡的时候，秀秀的亲妹子小莲从邻村赶来了。小莲一来，二话不说就卷起袖子接管了姐姐的烂摊子。她说是来照顾姐姐的，可她的做派却让整个清溪镇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这小莲生的一副桃花面，柳叶眉，眼角微微上翘，不笑的时候都带着3分情意。她不像姐姐秀秀那般温婉娴静，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泼辣辣的野性。更要命的是，她来了阿牛家之后，一改在娘家的朴素打扮，天天穿的花红柳绿，那大红的袄子，翠绿的裤子在灰扑扑的镇上晃悠，扎眼的像庙会上的大戏。她不仅穿得招摇，为人更是出格。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镇上乱窜。今天在东街的布庄跟小老板嬉笑打闹，扯着人家量的衣料比在自己身上，笑得花枝乱颤。明天又跑到西街的茶馆，跟一群闲汉说书先生挤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听着荤段子，时不时还插上几句，惹得满堂哄笑。镇上的长折妇们在河边垂着衣服，嘴里也在垂着小莲的名声。啧啧，你们瞧见没？那小莲眼睛就跟长了钩子似的，专往男人身上挂。可不是嘛，他姐还病着呢，他倒好，天天打扮得跟个妖精似的，安得什么心？我昨天还看见他跟王掌柜的在巷子口说话呢，离得那个近，就差贴上去了。哪个王掌柜？还能是哪个？就是南街开木器行的那个王大富，有钱着呢。这些话一传十传百，传到阿牛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变得不堪入耳。什么小姨子惦记姐夫家产，什么姐妹俩早有默契，一个装病一个勾引，什么阿牛就是个窝囊废，眼看就要戴绿帽子了。阿牛是个老实人，但不是个傻子。小莲的所作所为，他也都看在眼里。他心里也堵得慌，像塞了一团进了水的棉花。好几次他都想把小莲叫过来，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可一看到病床上气若游丝的秀秀，话就又咽了回去。因为每次小莲从外面疯回来，都会带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时候是一小包不知名的草药，有时候是一块奇怪的石头，有时候甚至是几只活蹦乱跳的虫子。他会把这些东西捣鼓半天，然后熬成一碗黑乎乎的汤药，亲手喂给秀秀喝。说也奇怪，秀秀喝了镇上名医开的方子，吐得昏天黑地，可喝了小莲这来路不明的野药，虽然并没见好，但精神头却似乎足了些，至少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个时辰了。而且秀秀很依赖这个妹妹，只要小莲在跟前，
他那张蜡黄的脸上就会泛起一丝血色。他拉着阿牛的手，有气无力地央求：阿牛哥，你别怪小莲，他都是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你就可以这么不要脸面，败坏我家的名声。阿牛心里憋着火，可看着媳妇哀求的眼神，他只能把火气硬生生压下去。他告诉自己，再忍忍，只要秀秀能好起来，他什么都能忍。可这忍耐是有限度的。这天下午，阿牛从邻村做活回来，刚到村口，就看到小莲又跟人勾搭上了。这次的对象是镇上的李郎中。那李郎中50多岁，一把山羊胡，平时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可这会儿，他正抓着小莲的手，满脸堆笑，山羊胡一抖一抖的。小莲呢，也没抽回手，反而凑得更近了，仰着脸不知在说什么，那样子要多亲密有多亲密。阿牛的血嗡的一下就冲上了头顶。李郎中可是给秀秀看了大半年病的，他开的药方子在家里落了有1尺高。这个小姨子怎么连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子都不放过？他胸口剧烈起伏，手里的斧子握得咯吱作响。他真想冲上去，一斧子劈开那张笑得猥琐的脸，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他不能在街上闹，那会让他家最后一点脸面都荡然无存。他黑着脸绕开他们，一声不吭地回了家。一进门，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小莲也正好从外面回来，手里还提着李郎中药铺的纸包，脸上喜滋滋的。阿牛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手里的斧子哐当一声扔在地上，震得屋里的桌椅都跳了一下。他指着小莲，眼睛里布满血丝，声音都发了颤：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姐还躺在床上，你就在外面这么作践自己，作践我们家的名声，你还要不要脸？小莲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她看着怒发冲冠的阿牛，嘴唇动了动，却没说话。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委屈，有焦急，还有一丝阿牛看不懂的悲伤。说话，你哑巴了！阿牛逼近一步，吼道：今天要是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就给我滚！我阿牛家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里屋传来秀秀微弱的咳嗽声和呼唤声：阿牛哥，小莲。小莲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他把手里的药包放在桌上，抬起头，直视着阿牛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姐夫，你真以为姐姐得的是普通的病吗？这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阿牛的怒火上。他愣住了，你什么意思？小莲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带上了哭腔。我问你，姐姐生病之前，咱们家是不是一切都好好的？你的木匠活越接越多，名声越来越响，连县城里的大户都来找你打家具。阿牛点了点头，不明所以。那姐姐病倒之后呢？你为了给她治病，活计推了，积蓄花光了，人也熬得脱了形。你没想过，这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偏偏在你日子最红火的时候，姐姐就病了，而且是这么一种查不出病根，只能慢慢拖死人的怪病。阿牛的心猛地一沉。小莲的话像一把锥子，扎进了他一直刻意回避的某个角落。是啊，太巧了。秀秀的病来得蹊跷，败得也蹊跷，就像是专门冲着他来的，要把他的家底和精神一点点掏空。你的意思是？阿牛的声音有些发干。小莲咬着嘴唇，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的意思是，姐姐不是病了，是被人下了毒，一种慢性的能要人命的毒，中毒。阿牛如遭雷击，连退了2步，撞在了身后的柜子上。这个念头太过惊悚，
他从来没敢往这方面想过。他们夫妻俩为人本分，与世无争，谁会下这么歹毒的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摇着头，无法接受这个说法。谁会害我们？这就是我这2个月一直在查的事情。小莲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装疯卖傻，打扮得花枝招展，跟镇上3教9流的人套近乎，就是为了从他们嘴里套出蛛丝马迹。我不让你碰姐姐的药碗和饭食，亲自去熬药，就是怕下毒的人还在暗处继续下手。阿牛呆呆地看着小莲，那个在他眼中放荡、轻浮、不知廉耻的小姨子，形象在瞬间崩塌又重塑。原来那些刺眼的花红柳绿是他的伪装，那些不堪的嬉笑怒骂是他的武器。他用自己的名声做赌注，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泥潭里，为姐姐探寻着一线生机。那你今天跟李郎中？阿牛想起了下午那一幕，心里五味杂陈。小莲苦笑了一下，李郎中给姐姐开了半年的药，姐姐的病却越来越重。我怀疑过她，我今天拉着她的手，不是勾引她，是想看看她的虎口有没有因为常年碾磨一种特殊的矿物而留下的茧子。我还故意说漏嘴，提到一种偏方，想试探她的反应。那结果呢？阿牛紧张地问。小莲摇了摇头，她的手很光滑，不像常干粗活的人。而且她听到那个偏方，只是嗤之以鼻，说我是胡闹。他或许医术不精，贪财自用，但他应该不是下毒的人。不过，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仔细包裹的东西，打开来，里面是一小撮灰黑色的粉末。这是我今天从李郎中的药碾子缝里刮下来的。之前他给姐姐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叫朱砂的安神药，但我发现他卖给我们的朱砂颜色比别家药铺的要暗沉一些。我怀疑有人在他的朱砂里动了手脚。阿牛看着那撮粉末，只觉得手脚冰凉。一个环环相扣的阴谋，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笼罩了他整个家庭。而他却像个傻子一样，误解了那个唯一在为他奋战的人。小莲，阿牛的声音哽咽了，我对不住你，姐夫，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小莲打断了他，眼神决绝，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下毒的真凶，拿到证据，否则姐姐就真的没救了。从那天起，阿牛看小莲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有怀疑和鄙夷，取而代之的是敬佩和愧疚。他不再是那个被流言蜚语困扰的窝囊男人，而是小莲最坚定的同盟。两人关起门来，将小莲这2个月搜集到的所有线索都摊在了桌面上。小莲的调查网撒得很广，也很细。他从布庄老板那里打听到，镇上只有一家人常年购买一种价格昂贵但不怎么起眼的灰色布料，用来包裹东西。他从茶馆的说书先生那里听到，有个大人物最近总是心神不宁，夜里常常去城隍庙烧香。他从一个泼皮无赖那里用几顿酒换来消息，说曾经看到有人鬼鬼祟祟地往李郎中药铺的后窗扔过小包裹。所有的线索都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细线，指向了同一个人，南街木器行的老板王大富，王掌柜。阿牛听到这个名字，浑身一震。王掌柜在镇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人谦和，出手阔绰，见谁都笑眯眯的，逢年过节还给穷苦人家送米送面，口碑极好。而且他跟阿牛还是同行，同行是冤家，这话阿牛懂。以前清溪镇的木匠活，王掌柜的木器行说一不二。他自己不做，雇了几个师傅，做的活计虽然中规中矩，但胜在店大。可自从阿牛出师后，
凭着那手出神入化的雕工和实在的用料，很快就抢走了王掌柜的大半生意。尤其是半年前，县里的大财主家嫁女儿，指名道姓要阿牛打全套的红木嫁妆，给了天价的定金。这笔生意在整个县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让阿牛的名声达到了顶峰。而秀秀恰恰就是在那之后不久病倒的。王掌柜表面上对阿牛客客气气，见了面还总拍着他的肩膀说后生可畏，甚至在秀秀病后，他还提着果篮上门探望过2次，唉声叹气，劝阿牛想开点。现在想来，那悲天悯人的表情下藏着的该是怎样一副得意的嘴脸。是他，一定是他。阿牛咬着牙，拳头捏得发白，他嫉妒我的手艺，想用这种法子毁了我。光是猜测没用，我们得有证据。小莲冷静地分析道，能在他卖给李郎中的朱砂里下毒，说明他跟李郎中关系匪浅，或者说他有办法接触到李郎中的药材。而且那种毒，我查了很多医书，叫做石残灰，是一种从深山洞穴的石壁上刮下来的毒物，无色无味，混在朱砂里根本看不出来。长期服用会慢慢侵蚀人的五脏六腑，外表看起来就像是得了痨病，神仙也难查。这种东西极为罕见，找到谁在卖这种毒物，就能顺藤摸瓜。去哪找？阿牛急了。我已经找到了。小莲的眼中闪过一丝慧霞的光芒，镇外的码头上有个跑江湖的货郎，姓赵。我跟他聊过几次，用一根我娘留下的银簪子从他嘴里换到了实话。他说就在3个月前，王掌柜曾托他从外地高价寻过这种石残灰，还特意嘱咐他此事绝不能外传。证据链正在一点点闭合。现在他们有了动机，有了人证，也有了那撮可疑的粉末做物证，但还不够。王掌柜在镇上根基深厚，人脉广，如果不能一击即中，让他有了防备，打草惊蛇，他们一家可能都会有危险。他们需要一个让他自己露出马脚的机会。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小莲的脑中成型。他把计划跟阿牛一说，阿牛听得心惊肉跳，但最后还是一咬牙点头同意了。第2天，一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阿牛家飞了出去，秀秀不行了，昨晚咳了一夜的血，郎中来看过，说是就在这1、2天了。阿牛已经彻底绝望，准备卖掉家里所有的家当，包括他那套吃饭的宝贝工具，给媳妇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木，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后事。这消息一出，镇上的人都唏嘘不已，有人可怜阿牛，有人幸灾乐祸，更多的人则是在看小莲的笑话。看吧，姐姐一死，这风流小姨子还能不能赖在姐夫家？小莲似乎完全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她一反常态，卸下了所有花哨的装扮，换上了一身素衣，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见了人就抹眼泪，那伤心欲绝的样子，任谁看了都心生不忍。阿牛则真的像丢了魂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叮叮当当地收拾工具，嘴里念叨着要卖个好价钱。消息自然也传到了王掌柜的耳朵里。这天傍晚，王掌柜提着一个食盒，踱着方步来到了阿牛家。他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悲伤，一进门就叹了口气：阿牛兄弟，节哀顺变。嫂子的事我听说了，心里实在难过。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阿牛红着眼，从屋里走出来，声音沙哑：多谢王掌柜挂心。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媳妇没了，这手艺留着也没用了。我正想把这些家伙石都卖了，给他换口好棺材。王掌柜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亮光，但很快又被悲悯所掩盖。
他拍了拍阿牛的肩膀，说道：“兄弟说的哪里话？这手艺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怎能说卖就卖？不过你若真有急用，我也不能看着你被别人坑。这样吧，你这套工具，我给你出个公道价，你看如何？”他等的就是这句话。那就多谢王掌柜了。阿牛低下头，肩膀微微抽动，像是在哭泣。就在这时，一直躲在里屋门后的小莲突然冲了出来，他扑通一声跪在王掌柜面前，声泪俱下的哭喊道：“王掌柜，王大善人，求求你救救我姐姐吧！”王掌柜被这阵仗吓了一跳，连忙去扶：“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人死不能复生，我也无能为力呀。”“不，您有办法。”小莲抬起泪眼婆娑的脸，死死地盯着他。“我听人说，有一种叫石残灰的仙药，能起死回生。王掌柜您见多识广，路子宽，一定能弄到。求求您发发慈悲，救我姐姐一命吧！只要您能救她，我给您做牛做马都愿意。”石残灰三个字一出口，王掌柜脸上的肌肉瞬间僵硬了一下，虽然只有一刹那，却被紧盯着他的阿牛和小莲捕捉得一清二楚。他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惊慌，但毕竟是老江湖，他很快镇定下来，板起脸斥道：“胡说八道！哪里来的什么仙药？那石残灰是剧毒之物，吃了会死人的。你这姑娘从哪听来的混账话？”他说的义正辞严，仿佛真的是在为一个无知少女的愚蠢而生气。小莲却不依不饶，从怀里掏出那个包裹着灰黑色粉末的手帕，摊在王掌柜面前：“我没胡说，这就是石残灰，是李郎中偷偷给我的。他说这药只有你有门路弄到，他还说只要加大剂量，就能让我姐姐走得痛快点。”这话半真半假，却句句诛心。他把李郎中也拖下了水，更把石残灰的来源直接指向了王掌柜。王掌柜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他看着那撮粉末，像是看到了索命的鬼魂。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是那个该死的货郎，还是贪财的李郎中？他脑中一片混乱，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厉声否认：“你血口喷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石残灰，这东西跟我没关系。”“没关系。”一个冰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众人回头一看，只见镇上的陈捕头带着2个衙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口。陈捕头手里拿着一张纸，缓缓走了进来。“王掌柜，我们刚刚请了县里最好的仵作，检验了从李郎中那里拿来的朱砂，也检验了这位姑娘提供的粉末。仵作说，这里面确实掺了石残灰。”陈捕头目光如电，盯着王掌柜：“我们还传唤了城外的赵货郎，他已经全部招了。3个月前，是不是你让他从外地买来的石残灰？”王掌柜的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所有的伪装，所有的算计，都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不是我。”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声音却抖得不成样子。“还嘴硬？”陈捕头冷笑一声，对身后的衙役一挥手：“把他给我带走，带回衙门上了刑。我看他还嘴硬。”2个衙役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架住了王掌柜。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身影慢慢地走了出来。他虽然面色依旧苍白，身形依然消瘦，但却站得笔直。正是本该病入膏肓的秀秀。秀秀走到王掌柜面前，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深沉的悲哀。
他轻声问道：王掌柜，我阿牛待你不薄，我们夫妻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下此毒手？看到活生生的秀秀站在面前，王掌柜最后一丝心理防线也崩溃了。他知道自己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他双膝一软，彻底瘫在了地上，面如死灰。为什么？为什么？他喃喃自语，随即像是疯了一样笑了起来，笑声尖利而绝望。为什么？就因为他阿牛，一个毛头小子，凭什么抢我的生意？凭什么县太爷的亲戚都找他？我王大富在清溪镇经营了半辈子，凭什么要被他一个黄口小儿踩在脚下？我不甘心，我就是要毁了他，我要让他眼睁睁看着他最心爱的女人慢慢死去，让他倾家荡产，让他痛不欲生，我就是要让他一无所有。在疯狂的嘶吼中，王掌柜道出了所有恶毒的真相。他嫉妒阿牛的才华，极恨他夺走了自己的名利，于是便想出了这条最阴狠的毒计。他买通了赵火狼，弄来剧毒的石残灰，又利用李郎中贪财和医术不精的弱点，将毒药混入朱砂，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了阿牛家。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可以慢慢欣赏阿牛的崩溃和毁灭，却没想到算计了一切，唯独算漏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却又心细如发的小姨子。真相大白于天下，王掌柜被关进了大牢，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他的木器行也被查封，家产全部充公，一部分用来赔偿给阿牛家，剩下的则分给了镇上的穷人。那个贪财的李郎中虽然没有参与下毒，但也因为玩忽职守，草菅人命而被吊销了行医资格，赶出了清溪镇，晚景凄凉。而阿牛家在经历了这场巨大的风波之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秀秀的病其实在小莲的精心调理下已经好了大半。小莲查阅了无数古籍，找到了石残灰的解毒之法，用一些看似古怪却极为有效的草药，一点点清除了秀秀体内的毒素。之前一直不见大好，只是为了迷惑暗处的敌人，演一场戏罢了。如今尘埃落定，秀秀在丈夫和妹妹的照料下，身体一天天康复起来。不出2个月，她又能下地走动，脸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红润。小莲的名声也在一夜之间彻底反转。那个曾经被全镇人戳脊梁骨的风流小姨子，成了人们口中智勇双全、有情有义的奇女子。以前那些说她坏话的长舌妇，如今见了她都恨不得绕道走，脸上火辣辣的。而那些曾经被她勾搭过的男人，布庄老板、茶馆伙计，也都挺直了腰板，逢人便说自己当初是如何配合小莲姑娘演戏，为破案出了一份力，言语间满是骄傲。阿牛的木匠铺子重新开了张，经历了这场劫难，他变得更加沉稳和通透。他的手艺不仅没有荒废，反而因为心境的历练，更多了一份大气和风骨。他的名声比以前更响亮了，找他做活的人踏破了门槛。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来者不拒，他只给那些真正懂得欣赏、人品贵重的人家做活。他赚的钱足够一家人过上富足安稳的日子。他把家里最好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小莲住。他对这个小姨子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重。他知道这个家是小莲用自己的名誉和智慧换回来的。半年后，邻镇一个富户家的读书人听说了小莲的事迹，专程慕名而来。那书生不爱小莲的桃花面，却敬佩她的胆识和情谊。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1年后，小莲风风光光地嫁了过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清溪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镇上的人们
在教育自家孩子时，总会说起一个故事。他们会说，看人不能只看表面，有些看似张扬的，内里可能藏着最深的情谊，而有些看似和善的，心里可能藏着最毒的算计。阿牛常常会站在自家的院子里，看着秀秀在花架下浇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也照在旁边那把崭新的摇椅上。那是他亲手为康复的妻子打的，用的是最上等的楠木，雕着比翼双飞的鸟。他知道好人终有好报，这句话一点不假。而他的好报就是这失而复得的平淡而珍贵的安宁。至于那个曾经让他又爱又恨又敬的风流小姨子，早已成为这个家里一个温暖而传奇的存在，永远被他们铭记在心。